案子这么难，为什么要坚持？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。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，都是拿命拼出来的。我当警察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子吗？我们是刑警啊，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！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，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，掘地三尺，我把它挖出来。弹道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，和前几个案子是同一把枪。还有，自从那个布告贴出来以后，犯罪嫌疑人就没有在网吧和早点摊出现过。你说多好的诱捕机会，就这么白白给糟蹋了。老师啊，我有种预感，犯罪嫌疑人已经跑了。人呢？不是说好开会吗？啊？顾局呢？啊，我已经通知了，应该很快就会过来吧。老邓，怎么就这么几个人看视频啊？啊？小邓，小邓，快过来看看，这是不是嫌疑人啊？这是案发现场附近一条街上的。再放一遍，再放一遍。你看这个遗嘱，身形步态，应该就是他。他这个时间点儿，应该是给628踩点的。沿着这条线继续找。啊，明白明白。阿邓，就这么几个人看视频不行啊，这哪够啊？啊，梁局。哎，秦总。你能不能想办法把之前的民警再接调过来？行，啊、我再想想办法。这有重大发现，现在就这么几个人，这哪儿够啊？这下面什么？我看不见了。嗯？你怎么了？我什么都看不见了。赶紧上医院，上医院，赶紧！我看不见了。我什么都看不见了。慢点，慢点。扶好了啊！小邓，过来，接着查。梁局啊，200人，我给你减到80，现在就剩10几个，能不看废吗？秦总，你别急，
我也是没有办法。顾局呢？顾局人呢？今年1月，公安局发言人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，2004年来，西城、云城发生的5起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均是一人所为。那么此次枪击案是否也是系列案的延续呢？是的，这次案件是系列案的延续。检方悬赏通告当中犯罪嫌疑人的特征描述与1025案的悬赏通告有高度的相似性。而这次的通告中，警方第一次公布了犯罪嫌疑人的正面照片，跟之前的画像却大相径庭。这对于前后的矛盾，你有什么解释吗？一切以本次通告为准。我们正在加大抓捕力度，稍后会公布监控拍下的视频，请市民们根据视频和照片踊跃地提供线索。喂，吴老师。我这才知道你生病了，本来想去看你的，结果你这又跑回西城去了，怎么样了？我没事儿，吴老师。那我不着急身体，我着急案子。西城那边不顺利，我听说了。你觉得问题出在哪儿啊？一开始死咬着胡忠兴不放，推卸责任，不愿意跟云城变案侦办，画地为牢，自说自话，啊，擅自发那个悬赏通告，惊了犯罪嫌疑人，犯罪嫌疑人都跑没影了。这顾宝雄去接受采访去了，这是该干的事吗？哎呀，川儿啊，难为你了，啊！作为老师啊，我是真的觉得你做得很好了，排除了胡忠兴的这个干扰，揭开了犯罪嫌疑人的真实面目。犯罪嫌疑人现在这个活动空间是大大的压缩了，我们跟他呢是越来越近了。但是川儿，听我说，心事别太重。这个基层啊，它有基层的方式，地方嘛，有地方的压力，个人有个人的想法，这就是现实。但是呢，更多的时候嘛，你还是要引导他们。请你到刑侦总队来呢，来啃这个硬骨头，不光是说你把这个案子破完了，这事儿就完了，主要还是寄希望啊，你将来能把这个队伍带起来，把基石建起来，把专业传承好，培养下一代。这个从个人角度来说嘛，这算是磨练。可是从咱们刑警的职业这个层面来说，这更是责任。哎呀，死鬼！这不就你死到哪里去了吗？你怕死了你才知道回来。拿点钱。没有钱。老子给你那么多钱呢？借给邻居吃利息去了。败家婆娘，去哪？给，都在这儿了。
么少？跟你说了呀，借给邻居吃利息去了。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？你这么多年不常在家。老子不是为了这个家吗？老子天天睡坟地里头，我容易吗？你天天在外面这么搞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嘛？这日子简直没法过了！离婚！离婚？可以啊，钱还来。要钱没有？要命有一条，你拿去吧。你别打了，你们去把婚离了。像你们现在这样子，早晚得死一个。你记着，是你跟我说的要离婚，你记着，听见没有？臭婆娘！哎，等一下，你就这样走了？这个你也拿着，我要是没有回来，我会喊人送钱回来的。那你是不回来了吗？我这回遇到比我还贼的人了，他们已经闻到我的味道了。你别死在外头就行。想抓到老子没有那么容易的。老师啊，你联系一下那个云城的那个陈队长啊，你让他根据天天网吧提取的这个照片加大排查，重点摸排现在还没有办理第2代身份证的前科人员，在本地的一定要见到本人，不在本地没办法见到的要组织亲属、邻居，还有那个其他的社会关系人员进行辨认，啊。我没事儿，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哪天又打响了，这个就像悬在我头上的一盆水一样。好嘞，哎，青莲，怎么这么晚还没睡啊？妈走了。坐1个多小时了，他没事吧？没事儿。他爸走的时候，他就这么坐了1天，也没哭。后来我问他，他说他哭不出来。刚做完手术，不能这样。快去劝劝他吧。妈，对不起。
陶婷，川儿，家里边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吗？安排好了。节哀吧。我今天来呢，想跟你商量点事。哦，您说。我想让你到东南亚去打电诈。为什么？现在电诈犯罪愈演愈烈，这些犯罪分子可以一次性就把人的全部积蓄给你骗光。09年搞了2次行动，把窝点全部打散。可这帮骗子居然又跑到东南亚去建窝点。现在上级要和东南亚的警方建立联合合作机制，需要有经验的人去。那西城、云城系列案呢？怎么办？先让石岩和赵飞盯一阵吧。我不去。陶婷，我不去。我要跟西城、云城系列案死磕。这个人抓不住，危害太大。我承认，打击电诈犯罪很重要，但是这个案子打不掉，就无法打掉这种嚣张的气焰。你攻不破，还会蔓延。陶婷，我知道你们关心我，怕我走火入魔。我承认，我确实对这个案子有执念。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，这么残忍的一个凶徒公然挑衅我们公安机关，我抓不住他。我在这个大楼里我坐不住。陶晶，我就想知道，这是您的建议，还是厅里的决定？不要这么激动啊，先坐下。还有，我不只是想破这个案子，我之所以坚持，我还想带一带年轻人。我们这一辈人是老一辈人手把手教出来的，可是现在年轻人教不过来，传帮带怎么办？只能在案子里带啊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而且我也非常支持你的想法。实话告诉你，这不是厅里的命令，这是我的建议。谢谢您，陶婷。如果不是厅里的决定，那我现在就去西城。我走了。哎，陶婷，怎么样？他听劝吗？刚才你没看见川儿那眼神儿，让人害怕。这小子较上劲儿了。别劝了，劝也没用。看来我们这一次就是上刀山下火海，也要把这个案子拿下呀。没事，我陪他一起上刀山。不，你还有新的任务，你跟着孔副厅长去打电诈。这也是要命的事儿啊！传统犯罪、新型犯罪，看来我们得两面开战了。哎呦，田总，回来了。顾局，家里还好吧？还挺好的，都处理完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田总啊，哎呀，我这个人呢，脾气啊有点臭。这几天我心里啊也不是滋味儿。哎，田总，咱们俩争论归争论，感情归感情，好不好？顾局，你千万别这么说，你这么说远了。我们是战友，为了工作，就按你说的，该争论争论，
该合作合作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太好了，钱总。这些天你不在啊，我有点搞明白你的意思了。我们呢还是太本位了，看事情啊，没有你站得那么高。不过钱总，你放心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的人你随便调动啊，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的，你一句话，我一定全力配合。哎呀，出了这么大的案子，老是破不了，脸面上很难看的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也不是随便调人，是要一起合作的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那现在咱们就开会商量一下。今天不开会，今天啊，我们闲聊，就闲聊，好吧？聊聊。请。我们现在呢，已经有2张犯罪嫌疑人的照片了，但我们现在只是有他2张照片。至于他姓什么叫什么，家住哪儿，我们都不知道。这个犯罪嫌疑人的隐藏的身份，就是他最后一层的保护伞和护身符。对。那我们下面要做的，是不是应该撕开他这个保护伞、护身符啊？对。从案件的源头重新梳理，刻画犯罪嫌疑人形象。我们要认清我们的对手，不能再让他牵着我们鼻子走。我们要走到他前面。这个怎么刻画呢？我们根本不了解他呀。老顾问得很好，我们就是不了解他。每次案发都搞那个全程搜捕，结果人根本捞不上来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我们不够了解他。没有身份标志，你根本就抓不到他是谁，什么性格啊，这些我们都不了解啊。只有足够的了解他，我们才能判断他下一步要做什么，才能一步一步的靠近他，用我们的心念来捕获他。秦总，这个是编剧干的事儿吧？你说的很对，我们现在就是在干编剧干的事儿。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剧本，这个剧本是根据什么写的？不就是你的心理吗？你的动作吗？你碰到什么人了，会发生什么故事？人的命运是性格决定的，但人的性格是怎么决定的？家庭背景。哎，我听懂了。我大胆的猜想一下，这个犯罪嫌疑人，他的家庭环境一定有问题，父母教育也有问题。如果结过婚，夫妻关系肯定也不好，所以才会这么残暴。说得很好。好，这个要加到那个人物刻画墙上啊。那有没有可能他被我们的公安机关处理过，又或者他感情上受到过挫折，有仇恨社会、报复社会的心理？很有可能的。他中间4年没有犯过案子，如果没有隐案的话，搞不好就是在坐牢。他很多次都是一枪毙命，枪法很好，一定是善于用枪，说不定还很识枪。有没有可能他当过兵呢？有这种可能。是啊，你看啊，有可能。这个犯罪嫌疑人都是单独作案，没有任何的交通工具，必要的时候才坐公交车，不选择私家车，也不会用其他的交通工具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他在西城一定有固定的居所。没错，有可能是出租房，也有可能是人员比较复杂的小旅馆、招待所。总之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排查到的地方。该不会是住在户外的大野地里吧？他起得那么早，作案时间也是在上午。但是他来西城才不到2年，对西城周围的环境非常熟悉，习惯去固定的消遣场所，比如网吧啊、公园啊，通过上网来判断警方对他的掌控程度。这些说明什么？他经常出现在城市的各个地方，我们的监控应该还是有拍到过他，只不过范围太大，暂时还没有找出来。你说的非常对啊，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我们监控、我们视频这条路子是对的，不能放弃，必须坚持。这量太大了，那又怎么样？那就找出来，找到他就找到这个人了。
现在这是唯一的线索，找到视频就找到它的根源，我们就可以查到它了。大海捞针呢吗？这是？我觉得其实厂商还是有希望的。照这么分析啊，我们的布防，尤其是正面照片贴出来以后，犯罪嫌疑人已经无法在西城待下去了，一定会外逃。说不定啊，已经外逃。有可能，628案以后，他已经是人人喊打。但有一点啊，我就不知道了，这个小子是怎么逃出去的呢？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逃呢？飞机、火车、大巴、私家车，这些都布控了，我们都已经布控到了。公交车也是我们这次重点排查对象，也不太可能。不能坐车，不能坐车，但是他可以走路啊。对呀，可以走路啊，这个之前都没有想到呢。对，西城郊区那么多山和村子，跨过去就是其他的县，我们根本布控不到。是啊，他体力那么好，完全可以凭脚走的呀。穿村，翻山。这里有很多火车道。我知道了，他是扒火车走的。这就对了，难怪我们总抓不到他。这小子不按常理出牌，能走路，能扒火车，说明他身体好，能吃苦。选择作案的城市，云城、西城、华江沿岸，有山有水的地方。一来方便他藏身、脱逃、布控难；二就是他一定是生活在这种地貌之中，从小就熟悉这里的环境。对啊，有道理。这里的环境他肯定很熟悉啊。而且，我觉得这小子不会停手。这小子差不多半年左右就要干一票，这2次什么都没有抢到，估计啊，很快就要动了。他西城、云城应该是待不下去了。如果再作案，会选择哪里呢？刚才乐队已经说过了，我觉得这个人继续作案也应该是在华江流域附近的城市。很有可能。快，都想想，可能会是哪里？哪个城市？顾局啊，离云城、西城最近的是嘉城了。嘉城？是啊，有道理啊。钱总，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哦，没有了。我觉得大家已经总结的都很到位了啊，同志们，从现在起，你们啊已经尽最大可能的去摸清我们的对手了。我相信，我们离抓着他已经不远了。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信心。好。顾局，都来了。哎，钱总，啊，钱总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中城的于局长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嘉城的马宗成马局。哎，秦总又见面了，快坐啊。各位啊，我呢受这个上级领导的委托，为了组织这个西城、云城
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的侦破，专门召集华江沿线城市的公安局领导来西城一起开个会。现在呢，这起案件已经成了我们刑侦案件中的重中之重了。我感觉这小子又快出来了啊！基本规律是半年左右一起案件。因为上次628没抢上钱，估计这个点儿钱花完了，所以很有可能近期啊会再作案。啊，会在哪儿作案呢？这么多年呢，我们跟这个犯罪嫌疑人打交道，也逐渐的把了他一点脉了。他选择西城、云城来作案，其实是有规律可循的。简而概之，就是沿江作案。他选的这些沿江的城市都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有崎岖的河道、复杂的地形。来，放这。你看这样的城市啊，就决定了它有水、陆、空立体型交通的条件，这样容易逃窜啊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这些沿江城市的犯罪防范网络还没有建成，是容易逃的。那他下一次作案，到底会选在哪个城市呢？也许会在西城，也许会在云城，但也很可能会选其他城市。秦总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们中城一切工作没有问题啊。我们上下反复进行了动员，现在是严阵以待，只要他来，肯定把他拿下，绝对没有问题。这有信心是好的，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啊。今天呢，其实我们开这个会的目的就是打预防针。经过我们几个月的研判啊，一方面我们现在确定就这个人做的案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大致测算出了他下一次作案的首选城市。哎，这是我们嘉诚啊！没错。他一定走到水路，坐运沙船到了中城，千算万算还是让这家伙钻了空子。光天化日，没完了，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拿下。哎，川儿，你不要着急，这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。陶丁，是我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，我不想讲客观，失误就是失误。哎，秦总，你。其实枪一响，秦总就知道是他，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
同样的时间，同样的作案手法，不是他还有谁？一定是。头听，要不咱俩一块儿去劝一劝秦总吧？这是大伙的主意，又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。我知道，现在沿江犯罪防范网络还没有建好，另外犯罪嫌疑人在哪个城市作案也有一定的随机性。哎，不过川儿的判断是对的，果然是半年一次。哎，现在这个案子在风口浪尖上，他现在满脑子都是这个案子，我知道他的心理压力有多大。要不您给他放几天假，让他歇歇。他动完手术到现在就没有歇过呢，我真的有点担心啊！就他那身体，别等我拖垮了。好啊，那你劝劝他。于局，我秦川，案子发了，赶紧抓紧布控。保留视频，我现在马上赶过去。喂，顾局，我秦川，中城又打响了，你马上让岳刚和邓光荣赶过去。小朱，事态紧急，我让庄总队长也过去。如果发生什么协调不了的情况，马上向我汇报。是。庄总、秦总，我们又补充了上千个警力，所有出城的路口我们全都设了卡子。案发现场和沿线的视频，我们也都保全了。派出所的摸排也在大范围的展开，我们一定会抓住这个家伙。咱们这次是联合作战，以往的坏毛病统统丢掉。要时刻记着，咱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。马上组织全城干警，连夜看视频，要争分夺秒。那个西城的小邓是视频专家，前面积累了很多经验，这次要跟中城的同志们要共享。人手不够，从高校调，从那个警校还有那个工科院校调，要抓紧培训，一定要快，一定要快。好。老板，有没有硬盘啊？你要多少？有多少要多少。你这边还有硬盘吗？没了，已经卖空了。秦总，人都找齐了，1000多，除了我们的公安干警，还有警校的学生，还调来了4所工科院校的学生。好，赶紧分出一个组，把那个案发现场沿线所有视频拷进来，我怕晚了容易被洗掉。快去。好，秦总放心，大峰和朱俊杰已经带人过去了。廖晨把附近几个电脑市场的硬盘全部买空了，电脑硬盘都涨价了，涨了2倍。
们，赶快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啊！大家都是学过计算机的，有一定的专业基础。一会儿，我给大家发烤好的硬盘，你们抓紧看，不要乱，按片按区集中看。各组组长，找我来领硬盘。各位同志，各位同学，拿到你们的硬盘，坐到你们所在的位置。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下，这个视频我们看什么，怎么看。我们现在已经初步掌握了犯罪嫌疑人的步态特征。犯罪嫌疑人喜欢刻意的伪装自己，所以他走路的时候外翻得很厉害而且左右肩膀晃动的。这小邓不错，你的方法他已经掌握了。这应该这样，这么大的案子是应该能者上，平者让，庸者下。下1分钟有，你再看到他可能换了一个专属了，所以大家要特别仔细的看。而且这个犯罪嫌疑人喜欢戴白手套，如果你们在一群人当中突然看到有个人戴白手套，要引起重视。各位同学，发现任何可疑，谁拿吹硬盘？各组组长，过来找我领，过来。这边的饮药水。组长解决不了的，上报领导大家一定不要慌，仔细的看，在我们的左右两边的大屏上，还有你们的电脑边上都有照片，仔细的对比犯罪嫌疑人，一定要做到仔细、仔细再仔细。谁在这？程总、秦总，我觉着吧，这小子应该是没有跑的。按目前的情况看，光靠咱们警方的力量显然是不够。如果条件允许，我建议发悬赏通告，大街小巷都贴，电视上也得播。这事儿得慎重。现在这个案子正在风口浪尖上，媒体又炒得这么热，我们满大街的贴悬赏，会不会火上浇油啊？给地方造成很大压力，也给厅里增加压力。我倒是觉得这个时候，悬赏通告一定要发。